请说出姓林的名人。林青霞、林俊杰、林志玲啊，林志颖、林心如、林明伦啊，林则徐、羽毛球名将林丹、林有义。姓氏考古第一关，让小祖宗我来考考你。新加坡的林姓人口大约有多少人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占蛮多数的。OK，B 37万，错了，那应该多一点，47。又错了。还错啊，我们只有27万呢。不过林氏可是新加坡第2大姓氏哦。听说在中国福建省有一个由林家建设的村子，繁衍到现在都26代了，居民还是以姓林为主，而且还住在土楼里。土楼我来了。红坑村的土楼基本上都是沿着溪流而建的，有青山、小桥、石头路。我说这个林家的祖辈真的是有钱有智慧，审美又在线。林有义姐姐，你们家是哪一代下南洋的？哦，因为我太公那一代，他从福建出发到印尼棉兰落脚。那我的阿公还有爸爸都是在棉兰出生的。你有回去寻根吗？没有哎。几年前我知道我爸跟我妈他们去过一次福建同安，我们是来自于那里。那他们去的那个时候，我知道有找到宗祠，甚至在族谱里面有找得到我的太公那一系的人的名字。你对红坑村有什么好奇吗？我觉得我对福建知道的太少了。好啦，小祖宗，够了，我觉得我们亲自去看一下比较重要。走。红坑村是由林氏先人开基的一个村落，700多年前，族人为了躲避战乱，从河南迁徙到这里，在这片蛮荒之地，筑起可以防御猛兽和外敌的土楼，安身立命。直到现在，还有2000多名林氏后人在这里生活呢。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座土楼了。你看，我们一般人对土楼的认识哦，大半都来自于好像花木兰这一类的影视作品。我也一样。可是真的，你人现在站在这里哦，你才感觉得到，它整座的建筑是如此的宏伟壮观。郑成楼是当地土楼的代表，大家都叫他土楼王子。鸟瞰的时候，他的造型就像是一顶古代的官帽。这整座的土楼哦，它的1、2楼是没有窗户的，所以据说以前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的恶劣，所以要防敌人，要防野兽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。那即使到了3、4层楼有窗户，但它的窗户也都非常的小，所以你知道常看电视剧的人就知道，这整座土楼在那个时候肯定是易守难攻。林姐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土楼的设计跟某个新加坡地标有点相似啊？你说那个圆形的架构吗？星耀张仪。哎，对面的房子是方形的耶，难道也是土楼吗？赶快过河去看看。所以为什么这栋楼跟其他的比起来这么不一样呢？你好，可以进去吗？这里？你好，可以进去参观。你好，这是你的家吗？对，我是这个楼的楼主。你好，楼主好。对，我对，楼主的意思是您是主要的负责人。楼主是里面有房子的人，就是有产权的人，就叫楼主。那这样子一户房子其实可以有很多个楼主。有很多楼主，楼主当中一个楼长。那楼长以前是我爸嘛。然后就传到你。对，传到我第6代。玉楼是146年前林家的3兄弟发家致富后新建的豪宅，3人共居1楼，又各有空间。祖先的构思真棒。这也算是土楼，这也是。但为什么不是圆形的？很多人以为土楼只有圆的或者方的，我们这个是5凤楼的，很特别的一座，因为主它是做官的，4品官的官邸。5凤楼呢是从远处看就像5只展翅一飞的凤凰，所以叫5凤楼，是跟北京四合院有点相似。那有失敬。您贵姓啊？啊，我姓林。哎呀，我也姓林。自己人有。这几百年前一家的，太好了。其实这里大多数的人都姓林吧？对，整个村的500户人家全部姓林。哇，这也蛮难对，的。如果过年回来的话，大概有2000到3000个人。那为什么会需要3个门呢？ 3个门，因为3兄弟建，1个兄弟1个门。
哇，这样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来。好。这里有这些是你们祖辈的照片，对，都是以前留下来的。这个镜子呢叫做西洋镜，西洋镜，它有2点。第一个就是看头发有没有乱吧。对，真的。每次经过这边的时候，一定要照一下镜子，注意你的形象。第二个，如果你做了坏事一定要这边反省。所以我们说这个镜叫反省镜。你做过什么事情都要在这里反省吗？比如说这个偷别人的家的什么吃的东西啊，什么然后就叫到这边呢反省一下，就虔诚的心要对着他。从镜里面看到自己的过错。这个蛮有意思的。纠正你的错误。作为邻家子孙，我要想一下，我有没有什么该忏悔的地方？对。福玉楼用了10年才建好，建造费是20万个大洋，折合接近现在的600万新币。里面一共有168个房间，鼎盛时期住了27户家庭，一共200多人。福玉楼的架构是长形的，而且它的左右对称，所以你在里面走路的时候，一转身一个不注意，你真的会忘记自己走到哪里。这样很好，因为这里空间太多了，好好享受。我们有时候会在这边打羽毛球。真的。楼主一说，我这个斗志就被点燃了，你知道？不说你们不知道，我林有意是羽毛球高手的女儿。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红坑村，我们的1v1公开赛现在就正式开始。可以啊。导演，来，帮我加油！我赢的话，你3个土楼给我1个，来4周一个掌声。没人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你不要让我，我出界了。会。楼主以前可能5、6岁的时候，也跟其他的同伴们就在这个大宅子里面跑来跑去，应该跟我们在城市里头长大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体验。你4我3，最后一分了。出界。土楼我来了。我这个3个我可以拿哪一个？一栋。来，1栋。应该先讲一下大小。是1栋土楼没有错，好可爱。我想土楼就是祖辈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产吧。只有把土楼守护好，后辈子孙才可以追溯自己家族的根源。土楼在，家就在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一定要在这里体验一下。今天晚上我住这里。我邀请你住下来。好。姓氏考古第2关，林氏的太始祖是谁？既然都说姓林了，应该是逼林迟藩吧？错了，有错。比干公，商朝忠诚，尊为林氏太始祖，是子姓林氏的源头。因为忠贞不屈，周武王赐予其遗父子林坚姓氏，林氏家族因此得名。早安，要不要来我房间看一下？这里就是我的房间啦。有没有听到古色古香的声音？而且呢，这就是整个我昨天晚上呢使用的空间。这就是我昨天睡的床，而且这可是林建文的太公时期就留下来的古床。你看，当然现在都加了这个现代的床褥了，所以睡起来呢还是很舒服的。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啊？好奇怪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看一下。阿姨呀，你在干嘛？我准备做虾公卵板。虾公卵板？对。这些看起来像一朵朵小白花的东西，就是虾公卵板。朴实的外表下，是红坑村林家世代相传了300年的美味，也是村民逢年过节的香味记忆。哦，
所以现在在蒸米，现在我是可以闻得到这个米，其实真的蛮香的。随便拿进去做吧。好，我跟你进去。好，顾名思义，虾公卵板的灵魂就是虾米，内馅就是把爆香的虾米、肉碎和蛋混合在一起，外皮就是现冲现装的米团。很重，现在开始炒了。我跟着你讲怎么大就可以就这样吗了。？好实哦，烫，烫，大台，等一下，等我，阿姨等我，我还没揉一团。捏个洞 ，OK， 做成个小碗。对，这个有点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弄鱼圆的时候，包这个馅，主要是有点花粘在一起。就这样子，有一点吵，这好像不能算数。可以。哦，要在口那里用一点。啊，你做的也很漂亮。阿姨是人好。阿姨，那我们一共要做几个？10个？不是，可能可以做得要40、50个。我说，阿姨啊，我们2个搞了这么老半天，一个盘子也没做完呢。我们明明现在在土楼里耶，人多势众的地方，为什么我们2个要这么辛苦呢？对呀。我们就要帮手。好。好，现在所有听得到的姑姑、婶婶、姐姐、妹妹，姓林的，麻烦进来帮忙吧。来，当过年进来，大家进来。啊，虾公卵板。对呀，大家一起动手啊！真的。要不你们2个做到什么时候啊？明天。我行。虾公卵板的由来是有故事的。从前，红坑村有个叫林满娘的女儿，爸爸大寿，她没钱买贺礼，只好抓几只小虾，加鸭蛋、笋和米，做成一道小吃。结果爸爸吃了赞不绝口，好吃，夸他最孝顺，还规定家里以后添丁过节都要献上这道点心。也是从那时起，孝这个家训便刻在了林氏后人的骨子里。我搞了半天，我还没吃到。现在现做现吃。这个我捏的，就直接这样吃啊？对，不用煮啊？很漂亮哦，我也是觉得。自己夸自己，自己做自己吃。可以自己吃。哎，对，这真的挺过瘾啊。那个面皮真的很有咬劲，而且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米香，因为那虾米真的很脆，然后再加上蛋香，加上肉香，我觉得这样子我可以吃一餐嘞，3、5个这样子吧，一餐这样就吃饱了。如果我真的要体验林家人在红坑村的生活，还差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品尝一种呢用非遗技艺所酿制的酒，试一下。林秋琴酿制的客家黄酒是一种糯米纯手工酿造的古酒，有上千年的历史。以前当地的林家人会用它来坐月子、补气血。由于这是一种妈妈准备给女儿的月子酒，所以又叫娘酒。美女，你好，你是贵姓啊？他叫我美女啦，很尴尬。哎，来，你贵姓啊？我姓林。哦，你也姓林，我也姓林啊，这么巧，我们都是同姓对，200年前是一家人。那我就称你为林姐姐。啊，我请你喝一点我家的酒。当然，林家的酒，这个是2年的，香甜。这个3年的哦。好，为什么才差1年，它的变化这么大？对呀，酒体其实也稍微再厚实了一些。试一下5年的。OK， 这个开始重了，它开始有一点点呛了。我们还有8年的哦。来吧，这是低度酒。这个重的我到时候有伤口都可以淋在上面消毒了。好喝吗？8年的。哇，这很好喝哎。这个有经过多一道工序，脱糖。就是把它的糖分去掉的对意思吗。对对对，老人喝就可以。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这么喜欢？OK， 我想看你怎么做的，可以带我去看吗？可以。好。制作娘酒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洗糯米。哇，这个大姐你的手臂我看一下。哇，很粗的，从小做到大。差不多吧，大家。我们祖先搬到这里做酒到现在160多年了。那传到我是第6代了。
糯米洗好后就浸泡在水里12小时，隔天再拿到灶炉里蒸。我们这个米饭已经蒸熟了，你敢不敢打开？我就往这方向开行了吧？啊，你要小心哦，这么大的锅盖，那你要注意啊。好，摄影机也注意啊，小心啊，小心一点啊。 1、2、3，哇，很香的，真的。蒸好的糯米放凉，加入酒曲，1个月后就会得到红色的酒水，准备过滤。水就出来了。这个真是体力活儿，这。哦呦，没技术，对不起，不能浪费了这个。就给它慢慢。你要把它收起来啊。对，收起来。我就这样子压着是吧？哎，对。哎，还很多哎里头。香吗？很香，能尝吗？尝一下。可以。这个酒也可以喝，哎，也可以。现在是香香甜甜的。对。酿酒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制酒，经过火制，酒才会更醇厚，可以储藏多年不变质。每一坛酒都是爱和时间累积的精华。姓氏考古第3关，以下哪个不是林氏的主要分布区域？哦，这个我觉得不难，西青海。答对了，答对了一题吗？林姓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，青海是中国的西部哦。妈祖姓什么？ OK， 我们这集是拍姓林，那么她叫什么名字？我小时候真的念过，说叫林什么娘，林默娘啊。妈祖本名是林默，也有人称她为林默娘。林姐姐，起床喽！今天是妈祖升仙日，赶快来帮帮忙。大家早安。哎，你好，林小姐，这是我姑姑。哦，姑姑好。所以这是今天的贡品啊。对，我们准备了12盘。我们准备的是五牲，有鸭，有鸡，年糕，有猪头，对，大吉大利，哎，大吉大利，红红火火。那我们先把这个放下去啊，好的。我们粽子放最底下那一层，我怕碰到它。不会碰到没关系的。那我出发了。好嘞。那这些怎么办呢？这个是我妈妈挑。为什么是最老的老人家挑？挑习惯了啊，她的肩膀比较硬朗，因为我们从小没有挑惯，肩膀会痛。辛苦吗？还好。哎呦，阿姨，快！阿姨。没事，辛苦吗？不辛苦，不辛还是不辛苦。OK， 您慢一点，我们后面都跟不上。好，速度基本上比我们摄影师还要快。到最后是摄影师说要慢一点 ，OK。阿姨啊，我帮您提好吗？我试试看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上面是有名字的，林上坚。我的公公。这历史很悠久哎。OK， 等一下啊，核心肌肉群，来一下。好，我现在稳住。OK， 我现在相信这个真的蛮重的。那我们要到了没有？快了，就前面，你看，在前面。快点拍！该拍啥？赶快给我拍啥！就几步路了。林妈妈告诉我说，在红坑村，大家都称妈祖为姑婆太，因为妈祖同样姓林。妈祖真有其人，她从小聪慧，能预测吉凶，又属水性，英勇救助过许多落难的渔夫和渔船。不过，28岁那年却不幸葬身于一场海难。后来人们逐渐将她神化，变成了海上的守护神。祭拜仪式后，大家就可以把贡品带回家，重新烹煮享用。林姐姐，你真有口福。嗨，
太谢谢大家了，谢谢，辛苦了。而且是林妈妈，要敬林妈妈太了不起了。早上所有的贡品居然一下子变成了一桌的好菜，辛苦了。来，大家吃。我们的习惯都是贡品，就是意示着我们拜完了妈祖，就是妈祖已经用过了，我们再拿回来主人后面用，这样子吃完了就健康平安。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明明就离海岸线很远，为什么你们在这里是拜妈祖的？我们客家人自古以来就是下南洋去谋生，漂洋过海，他也是要得到妈祖的庇佑。所以我们虽然在山土楼里头，除了山还是山，但是我们同样也是敬妈祖，要有得到妈祖的庇佑。我在红坑村待了几天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原本同宗同族，所以我也待得挺自在的。我就在想，家族的意义就是这样吧。林家的成员们一起分享食物、喜悦，就像这些不同的土楼，它的造型有方有圆，但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一家人时时团圆。原来林家最坚固的土楼，从来都不是砖石堆叠的，而是一代代人手拉手围成的。只要大家在一起，家族就会有力量。根据地图上来看的话，这个林家的家庙呢，就在这整个村子的正中间。这些都是石龙旗杆，旗杆刻上的名字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林家先辈，放在林氏家庙前供人敬仰，光宗耀祖。